我们腿上有一条健脾线，湿气重、脾胃差的人，每天早上推一次，排出体内的湿气，常健脾胃。身体好不好，全靠脾的运化。当脾经通畅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精神饱满，全身舒适。一旦脾经堵塞，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不适，比如脸色发黄、四肢乏力、没有胃口、虚胖、头发油腻、睡不醒、睡不够、头昏昏沉沉的等等。今天教大家打通这条健脾线。健脾线位于小腿的内侧，我们先找到阴陵泉，我们就这样用手沿着骨缘往上推，一直推到推不动了，这个位置就是阴陵泉的所在。接着我们找三阴交，三阴交呢在足内踝尖上4横指，骨缘的边上，这里就是三阴交。健脾线就是这条。先准备一个这样的扁灸罐，里面我已经点燃了艾柱，盖上隔灰网就可以开始刮灸了。好，现在就可以了。在刮之前最好涂点精油，以免刮得生痛。然后从下往上沿着健脾线刮灸，刮灸10到15分钟。记住，是从下，我们顺着经络的走上去刮，脾经的走上是从上往上走的。增强顺为补气血，逆为泻。如果你脾虚的人是需要补脾，那起的就是泻的作用。在刮灸的过程中，遇到有痛点的地方，也就是淤堵的部位，一定要重点刮灸。比如说这里，我就重点刮灸这里，把它们疏通开。有的人刮脾经之后会感觉小便增多，其实这就是一个排湿的一种非常好的表现。有的人是睡眠慢慢变好了，有的是胃口变好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多数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的改善，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这条健脾线畅通，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一定要多刮灸。我们刮完了一边脚，记得另外一边脚也一定要刮。好，喜欢养生的朋友建议都备一个这样的罐子，它可以起到刮痧和艾灸的作用，上手臂、脖子、腹部、后背都可以用到它。今天的视频抽取2位粉丝赠送扁灸罐一个，怎么获得呢？在视频下方留言“我要扁灸罐”就可以了。有些人经常便溏以及消化不好，吃一点点就饱胀难受，多数是考虑是脾虚的问题。足三里在我们腿上，外膝眼下3寸。就是4指的宽度，胫骨外侧1横指，这里就是足三里。你不妨看看你的足三里这里是不是也有凹陷的情况？如果有，怎么办呢？方法很简单，我们有空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拍打足三里，我们可以握拳，用拳眼对着足三里的区域稍稍用力的拍打，这里的肉比较多，所以可以稍稍用力。每次拍打3到5分钟，每天可以多次。有空的时候就拍拍。会灸的朋友也可以灸一灸足三里，有非常好的作用。调理脾胃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也是一个懒人法，一个躺着就能调理脾胃的方法。这是养生名师南怀瑾毕生都在推崇的养脾胃的方法，就是用肚脐贴。准备花椒6、7颗，桂圆肉1个，艾绒少量，把这3样材料捣碎，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晚上睡前放在肚脐上，
要贴好胶布。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取下来就可以了。艾草是纯阳之物，古人将太阳称为天之阳，艾叶称为地之阳。花椒去湿气的作用是调理中最强的，而且它可以通气。桂圆入脾心二经，3种材料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强大的健脾能量。我们在娘胎的时候，肚脐就是用来吸收营养的。现在我们把艾草、花椒、桂圆的能量组合在一起，放在肚脐眼上，被身体吸收了，对脾胃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现成的肚脐贴，后天之本。脾好了，身体各个方面都会好起来。相反，脾胃不好，身体会越来越差。脾胃差、湿气重的朋友，赶紧跟着做起来。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调理脾胃非常厉害的方法，只要脾胃不好的人都管用。这个方法分为2步，第一步解开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第二步是给我们的脾胃注入一些能量。这2个步骤结合在一起，作用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给大家一步一步讲。第一步，疏通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在我们肚脐下面大概离肚脐3指。就是2寸的位置，找到这个位置，用我们的双手做成一个勾的姿势，用我们的手指勾住这里，用力点住这个点，然后左右弹拨，上下弹拨，弹拨完，再顺时针卷36圈，然后再逆时针卷36圈。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稍用力。有些人做的时候有很明显的疼痛感，或者这里有颗粒感，或者感觉肚子这里很硬，一定要坚持做，把这里疏通了。健康的肚子都是软如棉的，肚子软如棉，百病都不缠。我们的肚子一定要软，对身体才好。肚子有筋的、有颗粒感的、硬的也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做，按照我教的方法。坚持做就能把肚子揉软了，揉开就好。揉完肚脐下面，我们还要揉肚脐上面，肚脐向4横指。找到这里，这里也是一个淤堵点，方法也是一样的，先左右弹拨，再上下弹拨，然后顺时针卷36圈。再逆时针卷36圈。很多朋友在疏通肚子的时候，他这个肚子里面会有一种翻江倒海的感觉，这是气在乱窜，正常的。这是身体在把浊气排出去。有的人从上面排出来，有的人从下面出来的，出来了就是好事，身体会感觉很舒服。好，第一步把2个淤堵点疏通了。第2步要给身体注入一些能量，这一步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下来。我们给身体加入一些能量，才能把差的脾胃养起来。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先准备这种干的桂圆1个，花椒7颗，还有一点艾油，把它们放在一起，捣碎。捣碎后可以适量加入一些蜂蜜，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搓成一个小丸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一次多做一些，密封保存。睡前取一个丸子放在我们的肚脐眼里，盖上贴布即可。我们睡觉的时候，肚脐就会吸收这个丸子里面的能量。肚脐是离我们脾胃最近的一个点，大家别小看我们的肚脐，我们在娘胎的时候就是靠肚脐来获得营养、获得能量的。花椒能健胃除湿，艾油温经通络，桂圆对心脾都有益处，用它们做成肚脐贴对脾胃是非常好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被肚脐吸收了，这股能量就能滋润我们的脾胃。很多人是没有时间自己制作的，也有些人担心自己选的材料不好。我选取了优质的材料，制作了现成的肚脐贴。
很多人坚持用了，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的味道。好的材料才有了正宗味道。同时，我们每个丸子都配好了一张贴纸，自己回家打开就能直接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丸子放在肚脐眼里，贴上胶布，把能量封好，第二天取下来即可。我们的脾胃不好是自己日积月累形成的，想调理好脾胃也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坚持贴1-2个星期就能看到明显的作用，坚持贴2个月以上才能真正对脾胃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肚脐贴发明者南怀瑾老先生非常提倡大家用这个方法来调养脾胃，他强调了好的脾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脾胃是后天之本，一个人想身体好，一定需要一个好的脾胃。今天双12，我要抽取10位粉丝，每人送1盒肚脐贴，想要的赶紧下方给我留言。另外，店铺所有东西都有优惠，最低只需要1分钱。错过要再等1年哦。有粉丝问，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到底虚不虚？大家听我问6个问题，问完你就知道了。第一个问题，你的大便是不是不成形？如果大便经常不成形，甚至容易溏稀或者粘马桶，这就是脾虚的经典表现了。第二个问题，你的舌头有没有胖大？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如果有明显的齿痕，就是脾虚导致的水湿重了。因为脾虚，身体水液运化不好，时间长了，湿气就重了。第三个问题，吃完饭后有没有常常觉得肚子总是不舒服？吃完饭或者只是吃一点点就饱胀，消化不良，有些人还会反胃酸、烧心，这就提示我们脾胃不好了。第四个问题，你有没有喝水都长胖，或者吃多少都不长肉？有些人真的喝水都长胖，明明吃得很小，但是身体发胖，而且是虚胖。这种情况也是脾虚，因为脾胃虚弱，水谷运化障碍，在体内聚而成湿，身体代谢缓慢，就会出现发胖的情况。如果身体过瘦，吃很多东西不长肉，那也是脾胃出了问题。虽然吃了很多，但是吃进肚子里又出来了，营养没有被身体吸收。所以如果你是正常吃饭，但是过瘦或者过胖，都是不正常的，是脾虚出了问题。第五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身体很懒，不爱动？脾胃不好，虚的人一般都是精神不好，懒得动，懒得说话，就爱坐着躺着，总是感觉乏力疲惫，还总是睡不醒，这也是脾虚的表现。最后一个问题，你怕不怕吃生冷的凉的东西？就是吃了冰冷的东西，身体会发冷，或者吃了生冷的瓜果食物就马上拉肚子、肚子痛等等。如果是，就表示脾胃已经虚得比较严重了。以上6个问题，只要占2条甚至更多以上，表示你的脾虚比较严重了，确实需要好好调一调了。首先，我们要把肚子疏通一下，可以站着或者躺着，找到肚脐上面4寸，就在这里，用我们的手指这样子勾住这里，用力点住这个点，然后左右拨弹，再上下拨弹，拨弹完再顺时针转36圈，再逆时针转36圈，然后再疏通肚脐下3寸。同样的手法，勾住这里，用力点住，左右拨弹，上下拨弹，顺时针转36圈，然后再逆时针转36圈。最好能疏通到肚子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好，这是第一步，先疏通脾胃周围的经络，疏通堵塞，
疏通了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步，就是补一补脾胃。怎么补呢？很简单，取花椒6、7颗，干桂圆1个，艾绒少量。我们把这3样放在一起，捣碎，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让粘合起来，搓成一个小丸子。这个小丸子能量很大。艾绒是阳气之皇，有天上太阳，地上艾草的说法。花椒的走劝能力很强，温中散寒。桂圆肉养脾胃很好，3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我们把它放在肚脐眼里，让肚脐来吸收这股能量。一个通法，一个补法，只要你坚持1到2个月，脾胃不好的情况就会改善了，脾胃就会好起来。下面我向大家演示怎么贴，非常简单，把做好的丸子放在肚脐眼里，然后贴上胶布即可。最好双脚的涌泉穴各贴1个。贴涌泉的时候，先把丸子压扁，然后放在涌泉的位置，贴上胶布即可。在睡前贴上，第2天起来的时候取下来就行。肚脐贴制作很简单，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材料，作用才好。如果你没有时间自己制作，也可以用我们现成的肚脐贴，点击视频下方即可领取。你收到之后可以打开闻一闻，味道非常浓郁，都是非常好的材料制作，还配备了30贴专用的胶布，只要取出一个丸子即可使用了，非常方便。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不好的人都应该好好调一调。大家好，我是周老师。俗话说，常推长寿经，健康享天年。我们想要健康长寿多一点，就常常推一推我们的长寿经。在经络学中，把足阳明胃经在小腿循行的区域这一段称作长寿经。当我们把脚尖勾起来，这条筋就会呈现出来，就在这里。小腿前面的骨头就是我们的胫骨，在胫骨的外侧是胫骨的前肌。当我们身体健康时，这条肌肉与长寿经大部分重合，而在胃不舒服、痛苦时，筋和肉就会发生离骨。平日里我们可以摸一摸、按一按自己的长寿经，发现筋变硬，就可以自己推一推，推到不痛不酸，放松后筋肉柔软即可。这样我们就将筋肉推回了原位，胃就会舒服很多。经常推对养护脾胃很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推呢？我们用2个大拇指用力压住，往下推，推的力量要往下，斜着向里面，就是向骨头方向推。推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从上至下推一遍，大概3、4秒就行。每天推5到10分钟。左右腿都要推。好，每天坚持推我们的长寿经，把胃养好了，脾也会慢慢好起来。脾胃好了，身体自然就会慢慢健康起来。特别是中老年人，常推长寿经，健康享天年。好，本次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周老师。肚子在中医上称为中焦，脾胃刚好就在中焦上。其实从肚子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脾胃好不好。如果一个人大腹便便，多半是脾虚运化无力而导致的肥胖。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调脾的方法，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古代养生大家歌洪所创，
可以同时疏通脾胃两经，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还能通过胳膊前后的摆动、肚子前后的起伏，能同时疏通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提升人体的阳气。下面大家跟我练习一下。首先，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目平视，舌底向颚，上身保持直立，鼻吸鼻呼，全身放松。双手体侧平伸，左右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此时右手下翻，拳眼向下，左手保持不变。然后左手上至头部，右手下至腰部，两手同时环绕成阴阳鱼状。此时左右手拳眼相对，胸脯向前挺，保持3秒。相反方向再次操作。共反复操作7次。7次依次做完，还原成直立状态。此时双手由拳变掌，内外劳宫重叠，置于肚脐处，进行按抚动作，顺时针揉腹，吸气。逆时针揉腹，呼气，顺逆为1次，反复操作7次。做完后收腿直立，双手护住丹田3秒，然后双手自然下落放于体侧。好，想养好脾胃的同学可以每天坚持做隔红这个调脾方法。脾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胃口也好了，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谢谢支持。大家好，我是庄老师。养生自古以来遵循一个原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冬我们的身体需要滋补养生，但是在滋补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健脾祛湿。正所谓秋来福不去，祛湿养脾胃。秋天我们仍需要养脾祛湿，我们平时可以长按以下3个穴位，以达到养脾祛湿的目的。第一个，丰隆穴。丰隆穴是化痰祛湿大穴，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踝尖向8寸。条口穴外1寸，距胫骨前缘2横指处，这里就是丰隆穴。找到穴位，先掐按3分钟，一压一松为1循环，然后再顺时针按揉5分钟，左右穴都要做。第二个，足三里。足三里位于外膝眼直下3寸，距离胫骨1横指。好，就在这里。找到位置，用拇指点压住，点揉。左右穴每次点揉5到10分钟。按揉足三里会有种宣胀痛的感觉，慢慢点揉，揉开了就会很舒服。足三里是胃经的合穴，具有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的作用。常点足三里，脾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第3个，太白穴。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健脾补脾的效果比其他穴位都强，是健脾首选要穴，善于调理各种脾虚、
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太白穴位于足内侧缘，当第一指骨小头后下方凹陷处，就在这里。找到穴位，用拇指稍稍用力点按，力度不宜过大，按揉到有点宣胀痛的感觉就好。每次按揉5分钟。好，以上就是通过按揉3个穴位为我们身体健脾祛湿。脾湿去了，脾气足了，胃口好了，人更有精神。好，本次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庄老师。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下的食物就是靠脾胃帮助我们吸收五谷精微，让我们的身体运转正常。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食欲不振、不想进食的情况，尤其是小孩和身体虚弱的人，长期食欲不振、食欲下降，会导致形体偏瘦、面色萎黄、精神疲惫、抗病能力变差，身体也会越来越虚弱。小孩还会影响发育。除了及时就医，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帮助我们调养食欲不振，让我们的食欲恢复正常。下面向大家分享2个穴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的食欲不振都有帮助。这2个穴位是梁门、健里。下面和大家一起讲这2个穴位。梁门穴的位置在其中上4寸，也就是1巴掌，然后在距离前正中线2寸，也就是3横指，就在这里，左右都有。找到位置，我们用双手的拇指力度适中的旋转点揉，每次5到10分钟。梁门穴两指梁实的意思，门指门户，相当于饮食出入胃腑之门户，所以叫梁门，属于足阳明胃经，有消积食、健脾胃的功效。健里穴也是在前正中线上，当其中向4横指，也就是3寸的位置，就在这里。找到位置，也是用拇指指腹力度适中的点揉，每次5到10分钟。健里穴是任脉的穴位，是培养脾胃之气的穴位。脾胃之气生成的地方，但凡脾胃虚弱，常常点揉健里穴，可以帮助强壮脾胃之气的根基。所以健里穴是一个补虚的穴位，可以很好的促进食欲，健运脾胃，补人体脾胃之虚，有很好的和胃安神的帮助。好，以上2个穴位是专门调养食欲不振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用。每日点揉1到2次，坚持一段时间，当脾胃之气强壮了，我们的食欲自然就回来了。脾胃好，人才能更健康。好，本次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庄老师。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生气就吃不下饭的情况。为什么我们一生气就会吃不下东西呢？从传统养生的角度，生气会影响肝，其实肝也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和脾胃的正常工作联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肝火就会旺，郁结的肝气就会抑制脾胃的功能，这个时候人就没什么食欲了。老是这样子，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但是生气在平时时不时都会有的，我们尽量控制自己脾气的同时，也可以用穴位来辅助调养。有一个穴位对这种情况很好，这个穴位就是章门穴。这个穴位很好讲，我们曲肘、合叶、肘尖
所指的位置就是章门穴，左右各一个穴位，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找到位置，我们用拇指指腹，力度适中的旋卷点揉，每次5到10分钟。点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也可以左右章门穴同时点按。章门是守护出入的地方，所以刺激章门穴就好像打开四周的屏障，所以叫章门。章门是脾经的募穴，是脾经气血聚集的地方，它也是8会穴之一的脏会穴，包含有5脏特性的5种气血物质，所以章门穴的用途是很广的，对肝脏有很好的调养作用，同时也可以调养脾胃和其他脏腑功能。因为生气吃不下东西，多点揉章门穴，可以清肝火、补脾气、消气散结。好，以上就是点揉章门穴的好处。如果你平时老是容易生气，一定要多用章门穴，疏肝下火的同时还可以健脾。当然，能不生气最好还是不要生气，因为到最后总是把自己气坏了，得不偿失。好，本次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庄老师。生活中，我们有些人由于脾胃虚，导致抵抗力低下，身体虚弱，出现面色萎黄、食欲不振等。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伤则百疾生。脾胃状态对于健康十分重要。今天分享一个健脾胃的方法，让你的脾胃动力足，身体壮如牛。这个方法就是推脚背的胃经。胃经在脚背上有3条分支，2条在中指两边的骨缝上，还有1条在大脚趾的内侧，跟脾经相连。先按中指两侧的分支，用2个大拇指沿着中指两侧的骨缝从上往下推按，力度稍大一点，让力度渗透进骨缝里，会感觉有明显的酸痛感。反复推按5分钟。最后再由胃经通向脾经的分支，大拇指沿着足背骨头缝向前按揉，从大脚趾内侧出去，推按5分钟。这条是胃经与脾经相连的分支，所以可以同时畅通胃经和脾经。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每天这个时间推按效果更好。做完一边，我们再做另外一边腿。简简单单的3条线可以很好的健脾胃、补气血，让你身体越来越强壮。大家平时要多推按这3条胃经的分支来调脾胃。好，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周老师。俗话说，脾胃好，命就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养生当先养脾胃。脾胃好，则气血足，气血足则精气旺。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健脾养胃，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拍打脾经，来疏通脾经。我们需要疏通整条腿的脾经。脾经的走向在我们腿的内侧，我们就沿着脚内侧一直往下拍打，拍打到大腿根部就可以了。左右都要拍，拿着一个工具，力度适中的往上拍打。
好，这个就为一次。就这样一直拍到大腿根部，左右的脾经一般拍打5到10分钟，最好能拍打到大腿内侧有微微的发热感。拍打的过程中，如果感觉到有疼痛敏感点，那就停下来点揉一下，揉到没有那么疼痛就好。因为疼痛点就是脾经的淤堵点，只有疏通了淤堵的点，脾经才能畅通无阻。第二个，敲打胃经来疏通胃经。我们从大腿的正面一直往下拍打到脚的脚背，这个就是胃经的那个走向。我们从大腿根部开始，一直往下拍打，力度适中。好，这样就为一次。左右的胃经段各拍打5到10分钟，最好能敲打到胃经段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敲打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哪里有比较痛的点，那就停下来按揉一下，按揉到疼痛点没那么痛就行。因为这个疼痛点就是胃经上的淤堵点，只要我们揉开了，胃经自然顺畅了。好，以上就是通过经络疏通法来健脾养胃。只要脾胃好了，我们吃进去所有的食物才能被更好的消化吸收，运输到全身各处，以滋养我们的身体。正可谓脾胃是健康之本，生命之本，大家一定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脾胃。好，本次关于健脾养胃的视频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